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们 VPS 如何限流，达到一定流量以后，我们可以自动关机，保证我们不扣费不被厂家反撸。那这个小功能呢，非常简单，而且非常通用，很多系统都支持的，不像小伙伴们说的有一款比较好用的一个软件，我没有集成，是因为它好像只支持无班图和打扁。而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底层，包括你 CentOS Alpine Linux 等等其他系统也都能够使用的流量监控，达到阈值自动关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 NS 非常良性的这个论坛当中小伙伴提出的一个需求他说这个需求是比较基础的，可能我用不到，但是我相信小伙伴们应该是能用到的。今天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讲使用，另外一部分是讲其中我如何制作这个脚本的，并且告诉大家原理，并且可以看到开源的源码。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一起讨论，一起进阶，一起修改。那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脚本工具箱里头，首先大家使用你习惯的 Linux 发行版，列出了主流的发行版操作系统先下载我们的 CURL， 用这个工具呢来下载我们科技 LAN 的3个渠道的脚本第一个渠道是官网 GitHub 的，还有我们国内云服务器去专门使用的加速后的链接。那我先找一台 VPS 大家稍等我一会儿。那我这台机器呢已经装了 CURL， 所以我们直接运行官网的这个版本就可以了。大家认清这个版本号只要是这个版本号以上的版本都是支持的。选择13，我一般会把很多系统项的设置和工具都会放在13我们选择最下面这个23限流自动关机。首先我们会告诉大家当前你总接收的一个流量和总发送的一个流量这样的有助于你去判断你当前的一个使用情况。我们发现这块是有一个监测当前未开启你这个限流的功能，这边选择1。如果你开启以后你不想用了，你可以选择2如果你这一次不想操作，那你直接选择0就可以了。那我们23再进来1以后回车。当前 VPS 的流量呢，在厂商那边可能定的是500个 G， 你就超了以后可能会有每一 G 的扣费，那你这边呢就提前在500，比方说495这样的一个值，就提前把你的机器给关机，以免流量监测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差，有一些不及时导致你流量溢出，让你的阈值提前可控。出站和进站有一方达到了495 G， 那都会触发关机。而且我们这个功能呢是每个月的1号会重新启动你当前使用的服务器，每个月归零一次。如果你现在不想用了 OK， 那你这边选择2就把它关掉。关掉的话我们再点23，它这边又变成未开启了。未来可能在这上面还会加一些进阶的一些设置，包括我可能不关机，或者说我只关闭防火墙等等这一系列进阶的功能。但是我现在目前来讲不知道怎么去实现防火墙这块的，而且实现起来有很多代码的编写成本在里面。还有一些小伙伴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可能接入一些通知，可能跟我的一些聊天软件去关联，当然这些也是对 LAN 很大的一个挑战以后慢慢来吧，不是现阶段能够掌握的。有些小伙伴会问了，你这个东西到底灵不灵？你设置了好像这么回事，但是有没有作用呢？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如果你开启的话，你再选择1的时候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整那我们选择1G， 我们这边发送的流量马上要超1G 了嘛，我们再看32，我们发现这边已经变成1G 了。更新一下系统，把流量拉进来，我们再时刻关注这个流量这个秒到0的时候它就会触发。那我们现在应该还没到，已经有一个到1G 了，看到了吗？这边如果到0的话，应该是这台机器就应该断连了，因为我们现在阈值设的1G 嘛，这边呢已经是 1.5 了。我们可以看这边已经断开连接了，证明我们的关机操作已经执行了。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的去试，应该是我脚本支持的所有系统都是支持的，这个是值得记录的一个状态。再怎么连都连不上了。来到这台 VPS 的后台你这个厂商的后台是一个墨西哥的机器，我装探针的小伙伴经常 DDoS 我的那个，它现在还在运行，但实际上我们已经通过软关机的层面上已经把它关掉了。
那我们这时候呢，先要把它停止，先停止了，停止以后我们再打开它。如果小伙伴的 VPS 有关电源停止的话，那你就把关电源停止勾上。好，这样以后呢，我们进入 VNC， 每一家 VPS 厂商都是有 VNC 的，走一个开机流程。当我们看到 login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表明我们的 VPS 已经成功的重新开机了。回到我们 SSH 连接，我们再重新把它连接一下，正常的连接了，又重新计算了。好，那接下来我们从 Shell 脚本源码的纬度上来跟大家继续讲解我们这一个限流关机功能是怎么制作的。那我们这边的23其实就对应用户输入的这个23，清理一下屏幕，会打印我们当前的流量状况的一个 title， 并且使用这个函数就在给我们展示系统内核的这个文件中的流量统计信息。那一个是接收，一个是发送。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流量统计的更进阶玩法，就是我从这个把我要的信息整理成我自己的文件，按月按天来进行统计，这就更进阶了，就相当于自己造轮子了。那这两个是组合在一起去使用的，一个是定义函数，但是它不负责显示；第二个呢是把函数内的变量呈现出来，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是用户设置的传进来的一个参数，比方说你设置了512G， 那这边就传进来512G。如果你没设置，那它就会显示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有3个选项在这边大家就可以去看到3个选项来让用户进行选择。第一个就是开启，第二个是关闭，第3个就是退出。开启我们这边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这边依然会让用户继续的去选择，这边给用户一些提示，让他输入自己的阈值，下载我们这个流量到达自动关机的脚本。这个脚本呢，同样也会去到这个目录下去找内核的流量监控文件，接收和发送。这个是我提前给大家设定的一个110的一个阈值，去改成用户真实设置的。他会再去做一个转换去把这个东西去乘以一个1024，让它变成字节，因为我们现在是 GB。我们要转换成字节，去拿我们用户设定的阈值去跟我们实际的字节去进行比较。如果这2个其中有任意一个，这个是发送，这个是接收嘛，对上号了，那就走流量已达到正在关机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我们这边就执行了这个关键的命令，这个就是关机的一个命令。我为什么没用这个呢？是因为 Alpine 系统里它没有这个，所以这个是比较通用的。如果没有达到阈值，那它就直接弹下面的这个信息，不做任何操作。需要下载它，并且给它权限。我们去改这个110，去改成用户设置的，可能输入了一个495，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支持反复输入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定时任务的脚本删掉，我们再给它创建一个新的定时任务。这个定时任务呢，每分钟监测。我们同时会删除之前创建的每个月 reboot。每个月重启你的服务器，不要让它重复在你的定时任务队列里头产生。它在每个月的凌晨1点钟重启你的服务器，这个凌晨1点是指的你当前系统的时间。我可能不想要了，我觉得我这个流量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关心，那你可以把它关闭，找到这个脚本的定时任务，我们就把它清掉。这时候呢，我会帮你把这个脚本删掉。所以这个功能呢，也就是几十行代码的事情我不想把所有功能变得复杂，因为我还是比较注重我的脚本的体积的，我也不希望说就用那种外挂式的脚本。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跟大家分享的限流关机的功能，就是流量达到一定的阈值，服务器关闭，省着我们被云服务器厂商反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